蒙面财经，朋友们好。这期呢，给大家聊聊房地产啊。房地产是个比较大的一个话题，一期呢可能讲不透，我们大概分个2-3期来讲讲。那最近呢，我看很多媒体啊，尤其是跟房地产利益绑得比较深的一些媒体啊，就是又在渲染这个房地产的抢房潮啊。其实，在现在危机啊不断深化的过程，我相信每个人都深有体会啊。就是工作的人呢，在担心失业降薪啊；做企业的人呢，担心现金流的断裂；地方政府的人呢，在担心这个财政收支压力啊。可以说，经济中的每一个主体啊，都深深地感受到这种刺骨的寒意。那今天呢，我刚看到这个疫情的数字啊，已经突破75万了，而且只用了1天呢，就增加了10万的这种感染者。那想想以前呢，增加10万的感染者还需要5天啊、6天啊，现在这么快，1天就可以增加10万的感染者。那整个海外的疫情呢，可以说是在向纵深发展。整个外贸的订单呢，也在这个迅速的流失，或者说被取消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现在有很多的报道啊，关于这个外贸企业复工以后呢，又开始停工，对吧？然后整个1到2月的外汇储备啊，外汇这一块啊，就外汇这一块也是高额的这种逆差啊。以前同比上年呢啊，上一年都是顺差，到今年呢都是逆差。那内需这块，餐饮啊、航空啊、住宿啊，仍然也是深陷泥沼啊。如果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临街的一些商铺啊，比如在你们家这个附近啊，或者工作地点附近，看一看这些商铺，我觉得应该可以感受到很多这个商铺的转租啊，可以看到很多商铺的转租的这种告示啊。而且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些告示啊，有些时候呢，有些地方呢，它还会被城管给撕下来啊，不让你看到这种铺面的这种萧条啊，从而引发这种信心的下降和预期的下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房地产大鳄孙宏斌哈。孙宏斌大家知道他是非常有名的人物啊，是这个融创中国的创始人。那融创中国呢，是典型的就是在中国啊非常有背景的，可以说是顶级财阀。那这些年呢，接连接盘了万达的这个文旅板块啊，泛海集团的地产板块，还有收购了环球世纪的股权，可以说个个都是大手笔的收购。可以这么说啊，就是放眼全中国，没有谁能像孙宏斌孙老板这样这么出手阔绰了啊！就连这个现在可以看到，就连现在这么顶级的财阀都开始谨慎了啊，都开始收缩了啊！我不知道就是中国的这个普通老百姓啊，普罗大众是不是这个时候也该有所警醒？那这个时候呢，此时此刻呢，就各种无良的媒体啊、中介人员又来炒作这个房地产的抢房潮。那其实在我看来呢，只能说明这个房地产行业的现金流啊，比我们外部人想象的还要紧张。大家看到这个中资房企的这个美元债啊，在这个3月份大跌啊，当时遭受到了这个外资的抛售，导致这些债券的暴跌，加剧了这些投资人啊对中资房企现金流的这种担忧。所以到现在呢，整个这个中资房企的美元债的发行额啊，在3月份就大幅的减少。那好了，前面我讲了这个房地产整个面临的一个大的一个环境啊，下面我就讲讲几个观察和理解中国房地产的视角，希望呢对大家有所启发。市面上呢对房地产的理解呢一般都比较浅薄啊，或者说视角呢比较单一啊，大部分。那其实房地产这么重量级的一个产业啊，或者说跟每一个中国人都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一个行业，那中国的老百姓的资产大家知道70%左右都在房地产上啊，所以说这个行业它毕竟是相当复杂的啊，对中国的经济啊、政治啊乃至社会制度都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行业。所以分析这个东西呢啊，我觉得还是要慎之又慎啊，视角要足够宽广深刻啊，才能洞悉它的过去今生和来世。那下面呢我就分3点阐述啊。第一点我就说是中国房地产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时代的背景啊。第二点呢我就说一说中国这个房地产行业牵连着哪些领域啊，为什么说它举足轻重啊，甚至说一定程度上已经绑架了中国的国运。那第3点呢我就说说我的判断和结论啊，也就是房地产啊，最后会不会崩溃啊？这个泡沫会不会破裂啊？那首先呢，我讲讲第一点。第一点呢，就是如果了解中国房地产历史的人啊，都知道啊，中国这个在1999年以前啊，是不存在商品房的，都是单位分房。只要你有个工作啊，或者单位呢达到一定的职级，单位呢就会给你分一套房子啊，花点钱，你或者甚至不花钱，你就可以拿到这个房子。那是在1999年以后呢，才有了这个商品房的制度。啊，那这个房地产的行业啊，可以说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在中国，也就是经过了短短的这么20年的时间的发展啊，就到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体量和规模。那中国房地产行业啊，之所以能发展成一个年销售额15万亿人民币啊，整个上下游占中国 GDP 30%多的左右的一个产业
啊，那是有深刻的这种背景和原因的。我呢就把它总结为这么几个因素，大家听一听哈。第一个呢，就是它这个行业契合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浪潮有中国这种中国经济这种蒸蒸日上的大背景、大环境啊。第二点呢，就是它有这个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的最大的一个人口规模14亿的人口，有着海量的这种需求。那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文化习俗社会制度，使得买房和婚姻的这种大事和还有子女教育乃至和一个人在社会的地位受不受尊重对吧？对不对？会不会被看得起都相挂钩了。那第四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就是它其实会产生泡沫的一个根源就是在于它的长期的一个顺周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人产生了这种房价永远涨的这种信仰因为近20年来中国房地产可以说是没有真正的大幅下跌过每次的这种小周期的下跌，比如说08年的金融危机14年的这种下跌都是伴随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都会迎来这种报复性的一个上涨那这种报复性上涨以后呢，就更加强化了人们房价永远涨政府是不会让房价跌的这种信仰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上述这四点因素共同强化了这种房地产的这种在人们心中的这种预期和这种永远涨的这种信仰。所以呢，它形成了一种正的一种反馈就越涨你就越相信它越相信它呢越去买它就越涨它互相其实是信心、资金和预期的一个正反馈。那好了，上面呢是我就简单总结了一下中国房地产行业能够在短短20年时间里成为宇宙第一大行业的这个背景原因其实我说它是宇宙第一大行业一点都不夸张因为这个行业的销售额摆在那儿15万亿全世界任何一个行业一个产业都很难达到这么大的一个体量。那接下来呢，大家这个看看这张图就知道中国的房地产业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了这也其实是一个缩影，就是中国房地产在世界上这个体量的一个缩影。全球排名前10大的房地产大亨或者说家族，中国呢就占了8席，美国呢只有1席，英国呢也只有1席。那好，接下来呢我们讲一下这个第二点就是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房地产业已经变得举足轻重了。那它呢其实关联了3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是经济层面也就是实体产业层面。第二个层面呢是金融层面也就是银行体系。那第三个呢就是土地财政也就是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大家可以好好听一听就是中国房地产跟这3方面的这种关系。那我先说第一点实体产业层面。那大家知道房地产呢是国民经济最大的一个基础建设，或者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一块的一个细分行业。那全中国的社会权重就是也是最大的，它会拉动整个经济领域除了农业以外几乎所有行业所有产业同步发展扩张你比如说这个上游的钢铁、水泥、煤炭建筑这些然后你这个到了中游，比如说装饰工程机械包括到最后下游就是你买了房子以后你要去装修买家用电器买汽车它其实是方方面面的一个拉动整个在实体层面可以说房地产行业上下游带动和影响的这个整个这个层级这个深度我相信不用我多说，大家也明白这就是它在实体产业层面对这个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那第二个层面呢金融层面主要就是银行层面。我有一期节目叫这个房地产究竟是蓄水池还是信用放大器，详细的就是说了一下就是房地产作为银行的核心的抵押物而带来的这种信用放大器的这种作用，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放水其实放水呢需要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呢就是房地产所以房地产呢作为银行的一个核心抵押物只有在房地产在价和量两方面的扩张呢，才能带来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大扩张也就是带来货币的大扩张。就可以这么说每一次房地产的大涨都是一次货币宽松的盛宴大家回想一下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在09年、10年比如说在这个15年、16年每次房价大涨以后整个利率环境都下跌整个这个资金的宽松程度非常宽松企业去获取资金的成本非常低所以如果这个不好理解呢，大家可以回头看一下我那期的节目就能明白。所以你看整个房地产已经深深的跟中国的银行体系绑定了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房地产不能跌很多人都说房地产不能跌，政府也不会让它跌因为跌了银行就完蛋了，对吧？我相信这个话呢好多人是认可的，也能理解。
其实这个背后呢，就反映了这个房地产和银行啊和中国的金融体系深度绑定的一个现状啊。好，还有这个第三层面啊，第三层面我们就说一说这个土地财政层面啊。现在这个卖地收入呢，一年是7万多亿啊，可以说是一笔非常大的收入啊。地方政府呢还有一个收入来源，它就是发债。那之所以地方政府的债券能卖得出去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投资人相信你手里有地啊，不行呢你就卖几块地来还债。所以说房地产早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钱袋子。好了，这个通过这3个角度啊，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这个房地产行业的这个牵连之广啊，影响之深。它其实不光是实体产业啊，它还牵动了中国的金融体系和土地财政。可以说呢，这些呢都是跟国运啊息息相关的，都是国之命脉啊。那我觉得把这3个层面看透了呢，你才算是对房地产有了一个比较正确的3观啊，正确的一个认识。有了这个认识以后呢，我们就能明白，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已经成为这个利益共同体。开发商呢连着实体经济，银行呢连着金融系统啊，地方政府呢连着土地财政。开发商、银行、地方政府啊，这3者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广大的购房者呢，则是他们的这个交易对手方啊。如果我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是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啊，这3者利益同盟啊，就是大庄稼，普通的老百姓呢，就是普通散户、韭菜。那现在很多地产商啊，都是国资背景啊，你看中海地产啊这些，拿地呢非常积极啊。其实地方政府、开发商、银行啊，他们3家坐下来谈一下，就能确定这块地要不要卖，或者卖多少价格啊，哪是什么这个招牌挂决定的。所以你经常看到这种地王的出现啊，尤其是最近经济情况这么差啊，还能不断的这种拍出地王啊，那就是要给普罗大众、给老百姓看的，告诉你面粉还是很贵啊，地皮还是很贵，不要指望房价会降啊，强化你这种房价永远涨的这种预期。好了，总结一下，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认识中国房地产的这个3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是实体经济层面啊，第2个层面呢是金融体系层面啊，最后一个呢是土地财政层面。那未来房地产怎么走呢？我们留在这个下期呢跟大家再慢慢道来啊。谢谢大家收看啊，我们下期再见。